跟团还是自由行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尤其是在资讯这么发达的韩国釜山，不在家是为了给你带来更精彩的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这次我会带你们来解锁这个在中文攻略上少见的宝藏景点。听导游说，可能要2年后这个点才会在台湾游客中火起来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现在就让我带你们走进这次精彩的釜山之旅吧。准备来面对韩国大地图天气。我们的第一站是来釜山必逛的富平罐头市场。这市场呢，它平常是下午4、5点，那这些店就都关了，但是还有一些店会留下来继续卖，就当夜市，跟我们台湾的那种夜市又不太一样。我们来看。你们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这市场名会叫做罐头嘞？这其实跟韩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哦。在韩战爆发之后，美军就进驻了釜山，而跟着军人来的就包含各种军用品以及商品，其中就包含了许多水果、鱼类等等的各种罐头在这里流通，所以富平市场也就被当地人叫做罐头市场啦。来韩国最该吃爆的就是他们的草莓了，真的超级便宜，而且每颗都超大超香甜。我们在韩国的每天晚上都给它草莓自由。在富平市场的旁边，就是各大釜山攻略都会推荐的购物天堂南浦洞。它晚上的样貌会比较像是酒吧街，是年轻人下班后放松的地方。其实到这个时间点呢，很多店都关得差不多了，所以大家先记得有这个地方。我后面呢会跟你们详细的介绍这个区域怎么逛。第一天来到釜山的我们，还是买了很多零食、伴手礼的哦。像这样，像一颗槟榔一样。里面是酸的，好酸哦。不是，大哥，你拿的是整人糖，能不酸吗？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在韩国的路边，他们种高丽菜哦。其实人家种的是观叶甘蓝呐，在韩国是很常见的观赏植物哦。我现在有一种在冷冻库里面的感觉，刺骨寒风啊，真的。我们第一天住的饭店就在罐头市场的斜对面。哦，对了，釜山的饭店空间都不大，所以主要选的其实是地段。那往后几天的饭店，我也都会跟大家分享，供你们做个参考。像这家饭店的位置就在南浦洞的旁边，要去逛街什么的都很方便。白天有附早餐，饭店也有能安静喝个咖啡的角落。晚上肚子饿的话，楼下就有超市，而且房间的 view 还算不错，可以看到在釜山很具有代表性依山而建的阿帕次。整体来说，我是很推荐的。韩国真的好冷哦，人生中有记忆戴上围巾的次数真的很有限呢。我们的第二天很不一样哦，导游竟然要带着我们离开釜山，去一个号称2年后才会在台湾游客中火起来的地方——统营。第一站就是统营最知名的景点东皮郎壁画村啦。你好不好奇，会让居民把屋子彩绘成这样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壁画村怎么一整路都在爬坡，这样的地方真的会有人住吗？这也就关于到他们韩国的历史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韩国南北大战吧，对吧？就有一部分的人逃到这个地方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壁画村还没有这么漂亮，没有这么多五颜六色，就是很简单的几个房子。后来呢，韩国呢发展好了起来，年轻人就不想住在这里，这边一度成为了一座空城。是后来到2009年的时候，他们政府发起了一个用艺术来救社区运动，吸引了很多艺术家来这边彩绘，然后这边才慢慢的变得漂亮。然后现在这边也发展出一个小型商圈的感觉，有很多文创店，然后也有很多拍贴机可以逛。听说这边马上就要在台湾红起来了，这边推吗？我觉得是还好。我们去逛市场吧。在壁画村山脚下的就是统营的中央传统市場。除了有各类海鲜之外，还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来到这里不能没吃到的哦。여기 걸로 드시고 여기다 버려주시면 됩니다. 来到统营一定要吃看看的就是他们的蜂蜜面包哦，很好吃耶。因为他介绍什么其实我们也听不太懂，反正很好吃就对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直接进去给他瞎买。我觉得这家店的服务算很好，就算跟我们鸡同鸭讲，而且我们还讲中文，也没有不耐烦，反而一直让我们试吃。老实说，这在韩国还蛮少见的，所以我要把它推荐给你们。我们有吃别间呐，我们觉得别间的吃起来有点太软了，或是那个有点太甜，这家就比较刚好。
好像韩国跟我们很像哦，我们的渔港好像也是长这样。渔港真的这样。午餐时间，我们来到一家韩国知名的马铃薯猪火锅店，这也是我们在韩国的第一顿正宗韩式料理，超爽的！我们这一餐吃的是他们韩国传统的马铃薯猪火锅，妈妈看起来很开心哦。这个汤泡饭哦。还有其他筷子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耶！那自己有。发现呢，很多孩子哦，好聪明哦，真的是。我前面的团也是每个团都有不会用，我们韩国因为太扁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来韩国必带的。吃饱喝足后，就到了纵观这次韩国5日游我最推荐的行程了。就是因为这里，让我一定要把统营介绍给你们。我们现在要来坐这个缆车啦。从统营的缆车站前往弥勒山的路上，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等一下要去玩的滑车喽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海景缆车的 view 真的超漂亮的。我觉得这边的缆车，你怕坐缆车的，你也可以来坐看看，因为这种缆车真的超稳的，这是应该是我坐过最稳的缆车。我想要咬咯。你这种身材也敢说要咬？那你只要起立蹲就好了。哎，真的会动，不要动。哎，找到了！刚刚在装镇定。一直到最后一刻。所以啊，搭缆车的同伴要慎选。到了弥勒山的缆车站以后，其实就可以看到超漂亮的海景了，但当然还有更漂亮的角度。哦，姑姑，你这个发动机怎么声音那么大？这是你爸。这边还有那个缆车的那个吊饰。我们这个 V8 发动机，自然吸气哦。对，我这自然进去。哇，从这观景平台看下去，这个 view 是真的有漂亮。你们看这是谁？这是乌鸦哎，韩国的乌鸦在他们这边是很吉祥的象征。在大家看完漂亮的海景以后，就又来到了姑姑的噩梦时间啦。那个要到比较平的地方才可以。蹲，番茄蹲，姑姑要炸开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缆车超级稳的，你不觉得吗？说实在的，真的吗？看谁强过。你刚刚是怎么假装不害怕的？没有，刚刚在下面其实比较平缓，真的不会怕。接下来呢，终于要到我们的飙车时间啦，滑车啦！它这个有好几种 size， 好大啊！我们现在呢要去开这个了。哇，看起来好赞哦！对啊，看起来很棒哎。到了山顶以后，就准备开始溜滑车啦。他说你是第一次玩的话，你要走右手边；然后第二次玩的话，你可以走左手边。第一次玩呢，也不用紧张，会有教练来教你。滑车的操作其实也很简单，方向感往后拉呢，滑车就会往前进；往前放掉，车子就会刹住。搞懂原理以后，就跟我一起来享受这个刺激的赛道吧。哦，好酷哦！这个，哦，前面还有一个马夹弯，好爽的！哇，好好玩哦！哇，还会停卡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是比较进阶的路线，不只设有很多的障碍物，还会让你体验到飞起来的感觉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滑车真的超好玩，超级推荐大家一定来，一定要买2次票，真的太过瘾了。如果你只玩1次的话，一定会很后悔。那现在我开向右手边的给你们看。我现在去开向一下右手边的哦。哇，这条的 view 就很好了。如果你想要一边开车一边看 view 的话，一定要玩这条。哇，
右手边这条开起来会比较顺一点，大家的车速都不快，没有那么刺激，赛道也会比较长一点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一边开车一边看景，选右边的赛道是绝对没有错的。哦，对了，玩滑车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单手拿手机起来拍摄的哦。那这么棒的回忆该怎么记录呢？我觉得这点他们就做得很棒，在你安全帽的侧边有一个 QR code， 只要机器一扫就可以拿到他们帮你拍的照片了。这点我真的觉得超贴心。大家有来统营的话，绝对不要错过滑车这个行程了，记得一定要买2支票。离开统营后，我们就搭着车来到了海云台。听说这里有个叫做鸡臧市场的长脚蟹天堂，就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。我们现在回到釜山来吃长脚蟹，长脚蟹还没出来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生鱼片跟鲍鱼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它是炭烤的，有那个炭烤的香气，好好吃哦。哇，我们的长脚蟹来了，哦，超级肥。这么好吃的食物呢，再拍下去就太对不起他们了。我们先吃饭。这就是我们刚刚吃的长脚蟹啦，老板还想要拿给我们拍照。哇！那鱼啊，姐姐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吃的那个螃蟹，超大而且超级好吃。我觉得1000出头的价位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蟹肉，也算是很值得了。这还有台湾国旗耶！刚刚我们遇到了一个韩国人，他说他很喜欢台湾人，因为台湾人都很大方，还有台湾人特别服务区哦，超厉害的。果然我们台湾人都是把钱花光，为国争光。吃过长脚蟹以后，导游姐姐突然说要带我们去看夜景。我原本想说，哦，也是，釜山有这么美的海边，夜景一定也很浪漫吧。结果却意外的被带到了这里。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海云台的夜景。这边是他们釜山的富人区，有钱的人都住在这边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由下往上看夜景，让我想起了罗塞那首《阿帕茨》。这一排高级公寓或许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，但那却是韩国人从小的梦想，也是对成为人中龙凤的向往吧。所以他们才会对来到这里看夜景特别有感觉。可能也是在向未来的自己许下某种约定吧。跟我们想象中的夜景又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叫做海云台嘛，所以我们就以为它在很高的地方从高处往下望，结果它是这种的。我们的最后一站来到了海云台最热闹的龟田大街，这里有什么好逛的呢？第一个要去报道的当然是女生的天堂 Olivia。一开始我还觉得这里看起来就跟我们台湾的屈臣氏差不多，女生们到底是在疯什么？但一看到价钱，天哪，真的比台湾便宜，好买好多哦。那除了买东西，这里也有很多好玩的游戏店，比如说打靶的射击机台，他们的枪是真的有射东西出来的哦，感觉很真实，超过瘾的。娃娃机也是一定有的，但我觉得玩起来比台湾的还要摸摸夹。还有这个跳舞机，它完美的暴露我的舞痴属性，不协调到被旁边的韩国人狂笑。我最爱的拳击机这里也到处都有，韩国的机台真的是把我打自信的，不骗你们，我真的到处给人家破台比较稀奇的是，我忽然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们华人，他们韩国人也很迷信，一整帮人是算命的，他们这个算命的环境还很好哦，还有一个包厢的感觉，不像我们那个路边阿婆给你乱算哦。但要小心，听说他们通灵的时候会直接跟客人要钱，不给会被骂的那种，这个我就不敢去拍给你们看了。这集我们带大家去的都是在攻略上比较少见的景点，但是各个体验下来，我都真心觉得很值得推荐。那下一集呢，我就会带你们走进釜山的主要行程了。准备好来一场浪漫的缆车之旅了吗？好的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一定要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。我是不喜欢待在家的佳佳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